我从不允许儿子叫我妈妈，就连丈夫我也一直尊称贺总，父子俩都觉得我有自知之明，他们认为我永远比不上那个抛弃他们的女人。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不属于这个世界，是5年前被系统带过来的，只要陪伴他们5年，就能复活我现实世界的老公和儿子。如今5年之期已到，他的前妻尹心妍也在此时回来了。如今我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彻底摆脱对方，再也不要相见。临行前，系统给我7天时间和这里告别，于是，在最后的7天，我变成了他们心目中最理想的模样。他带尹心妍住进家里，我不再跟他吵闹，儿子管尹心妍叫妈妈，我也表示理解。一开始父子俩以为我突然开窍了，得意的冷哼一声，还算你识趣点了，早这样不就皆大欢喜了。可才没过多久，他们就目光复杂的问我，叶夕瑶，你为什么不生气了？闻言我淡淡一笑，这不就是你们期待的样子吗？恭喜宿主完成5年陪伴，只剩最后7天，您就能脱离世界，并复活现实世界的家人。终于听到期盼了整整5年的系统音，叶夕瑶再也忍不住喜极而泣起来。她本不是这个世界的人，5年前她现实世界的老公和孩子在一场车祸中成了植物人，她在悲痛欲绝之际，意外绑定了一个陪伴系统，系统告诉她，只要陪伴这个世界的首富贺燕慈和他的孩子贺泽帆5年，就能复活他的家人。她当然毫不犹豫选择了接受。叶夕瑶从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天起，就知道贺燕慈爱的人是尹心妍，偏偏尹心妍不愿结婚，生性自由，她刚生下贺泽帆就抛夫妻子跑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叶夕瑶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她装作爱上贺燕慈，费尽心思的接触她，对她好，最后终于成功嫁给了他。5年来，她任劳任怨的照顾贺燕慈，含辛茹苦的拉扯大贺泽帆。可尹心妍一回来，他们的心便全都偏向了尹心妍，旁人耻笑她，嘲讽她，说她就是个笑话，她却毫不在意。毕竟再过7天，她真正的老公和孩子就复活了，她也可以回家了。忽然叮咚一声消息提示音响起，她低头看了一眼，是贺燕慈发来的，帝豪会所，胃疼，送点药过来，很言简意赅的一段话。叶夕瑶起身走到窗边，推开窗户，鹅毛般的大雪正簌簌飘落，刺骨的寒意在开窗的瞬间冻得她给我打了哆嗦。这个天气出门着实是一种折磨，可最后她也只是叹了一口气，认命的关上窗，找出药后换好衣服出了门。没办法，陪伴系统的要求就是不能拒绝父子俩。匆匆赶到指定的包厢门口，刚要推门走进去，就听到门内传来了贺燕慈兄弟的声音：“慈哥，你心心念念的心妍回来了，是不是就要和叶夕瑶离婚了？”他的动作一顿，下一秒，男人低沉而又浸润着酒意的嗓音传来：“不会，心妍生性自由，不想受束缚，我爱她，就只想让她做自己。叶夕瑶会照顾人，说什么做什么，很适合做妻子和母亲。”他的话音刚落，年仅5岁的贺泽帆稚嫩的声音也跟着传了过来：“应该是他很适合做保姆，这些年把我和爸爸都照顾得很好。不过无论他怎么做，我都只会有一个妈妈。”此话一出，其他人顿时哈哈大笑起来。泽帆这定位准确啊，不过叶夕瑶真的那么有求必应吗？有人上一秒好奇着，下一秒就有人应和着回答：“当然了，叶夕瑶那舔狗的名声可不是吹的，不信等会你看着。”说着那人便又转头看向贺燕慈：“慈哥，借你手表用一下呗。”贺燕慈淡淡看了他一眼，似乎知晓他的用意，但他却什么也没说，慢条斯理地摘下手表递给他。紧接着扑通一声，那人手中用力，手表以一道优美的抛物线掉入窗外的湖中。正好这时有人朝这边走了过来，看见一直站在包厢门外的叶夕瑶，问道：“叶夕瑶，你怎么不进去？”一边问还一边伸手将他往包厢里推。他反应不及，被推进包厢。见他来了，刚刚说话的几人也没有一点心虚的意思，反而更加兴奋起来。“叶夕瑶，你来的正好，慈哥的手表刚才不小心掉进了湖里，你去帮慈哥捞起来。”叶夕瑶看向贺燕慈，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问他：“真的要我捞吗？”他仍旧是那副漫不经心的态度，朝他点了点头。贺泽帆眼中也满是看好戏的神情，帮腔道：“你不是永远都是我们说什么你就做什么，愿意为我们做任何事吗？”他扯了扯唇，在听到贺泽帆的话后摇了摇头：“不是永远，只剩7天。”贺燕慈没听明白他说的话，微微皱起了眉：“你说什么？”可他连看都没有再看他一眼，就径直走向窗边。包厢在2楼，窗口与湖面的距离不算很高，他直接踩上放在一旁的凳子，翻过窗户，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直接跳进了湖中。扑通一声落水声响起，正值深冬，湖水透着刺骨的寒意，冻得他浑身发颤。他紧咬着下唇，才勉强没让自己沉入水中。这时众人起哄的声音也紧随其后传入叶夕瑶的耳中：“看吧，我就说叶夕瑶爱惨了慈哥和泽帆吧，这大冬天的，一句话就下去了，看得我都想要一个这么任劳任怨的老婆了。”只是这句话才刚出口，贺燕慈就冷冷看了说话那人一眼，心中却又不由想起了刚刚叶夕瑶说的那句话：“只剩7天了。”他嗤笑一声，想来不过是闹脾气罢了，闹脾气又如何？还不是他们一句话他就下去了。第2章，贺燕慈又想起了他们的初见，所有人都说叶夕瑶爱他，爱屋及乌到连他和别人的孩子都能百依百顺的宠着，他也这样认为。从第一次见开始，他就对他死缠烂打，这些年有图他钱的，图他脸的，但没有这么纯粹爱他的，包括尹心妍，所以他才娶了她。如今5年过去，他对他与贺泽帆的态度也从未有过变化，又怎么可能舍得离开呢？他这样想着，叶夕瑶已经浑身湿漉漉的出现在了包厢门口，手中还举着刚刚从湖中捞起来的手表，看向贺燕慈时，说话的声音都显得有些有气无力起来：“我找到了。”他唇色苍白，明显状态并不好，喊出这一句话就仿佛用掉了他所有的力气。下一秒，眼前一黑，骤然昏死过去，彻底失去意识前，他隐约间似乎看见贺燕慈的脸色一变，朝他跑了过来。是幻觉吧？自从尹心妍回来之后，贺燕慈与贺泽帆2人就恨不得与他毫无关系，又怎么会因为他晕倒而着急？等叶夕瑶再醒来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家里，接连不断的谈笑声从客厅传来。他缓了缓起身推门出去，客厅里只有3个人：贺燕慈、贺泽帆，还有
他们心中唯一认定的尹心妍。此刻他们正坐在沙发上聊得兴起，可叶夕瑶才刚一出来，他们就收起了笑意。贺燕慈看了他一眼，淡淡道：“心妍要在这里住一段时间，你晚点收拾一间房间出来。”很少在他面前表现得乖巧听话的贺泽帆，此刻被尹心妍抱在怀里，奶里奶气的撒着娇，但视线转向他时，说话却变得十分不客气。这是我家，她是我妈妈，住进来是理所应当的。叶阿姨，你不会不同意吧？叶夕瑶扯了扯唇，她哪里有不同意的权利？贺燕慈从没爱过她。从前尹心妍没回来时，贺泽帆还会叫她妈妈，但自从尹心妍回来后，他就开始叫尹心妍妈妈，叫她阿姨了。在他们的心中，她不过是一个保姆，又哪里有智慧他们的决定的权利？好的，叶夕瑶十分平静点了点头，仿佛这实在是正常不过的一件小事而已。见她如此轻而易举地接受了尹心妍住进家里的要求，贺燕慈眯了眯眼，还有些诧异。贺泽帆却没有多想，愈发颐指气使起来。我饿了，你赶紧去做饭，妈妈喜欢吃龙井虾仁和鱼头豆腐，你亲自做。因为冬日下水，叶夕瑶此刻还有些头脑发昏，可面对他的指令，因为系统的要求，他还是没办法拒绝，只好强忍着难受进了厨房。没有佣人来帮忙，他只能自己一个人忙碌着。透过透明的厨房门，还能不看见远处贺燕慈与贺泽帆父子俩对尹心妍呵护备至，一个给他喂着佣人送来的饭前水果，一个细心的给他面前的杯中添上温热的水，像极了和谐美好的一家人。其实也没错，他们本就是一家人，自己才是那个外来者。叶夕瑶垂眸不再去看，默默处理着手中的食材，眼中没有一丝心痛。反正再过不久，他也要和自己的家人团聚了。第3章，2个小时后，叶夕瑶将菜都端上桌时，贺燕慈与贺泽帆父子俩也十分自然地带着尹心妍在餐桌旁入座。用餐途中，尹心妍对叶夕瑶视若无睹，献殷勤般不停给贺泽帆夹着菜，只是他夹一次，他的脸色就变一次，忍到最后，贺泽帆实在忍无可忍，声音里满是委屈：“我不喜欢吃这个，这个我也从不吃，我明明和你说过的，妈妈，抱歉，妈妈下次会记住的。”尹心妍讪讪笑着道了句歉，在贺泽帆这里碰了壁后，又看向贺燕慈，夹起一只虾，正准备放进他面前的碗中，他却看见那只虾眸色暗了暗：“我对虾过敏，你也不记得了？”尹心妍脸色顿时一僵，因为他一通操作，此刻心情并不怎么好的贺燕慈和贺泽帆两父子也就没有注意到他的情绪，而是双双看向了叶夕瑶。叶夕瑶十分知趣地拿起盘子，给他们各自夹了一份他们喜欢的菜，放在他们的面前，才终于让两父子满意的动了筷。他掐算着时间，想起还煨在厨房的汤应该也好了，便又起身去端，走到厨房关了火，门却再一次被打开。他回头去看，才发现是尹心妍，浮于表面的笑看着叶夕瑶，眉头紧皱，刚想问他过来干什么，他就先开了口：“我来帮你端吧。”“不用。”见他直接往汤中的方向走来，叶夕瑶下意识直接开口拒绝，但不过是转身拿个汤勺的功夫，尹心妍便走到近前，朝汤中伸去了手。啊！一声惊呼伴随着汤中碎裂的声音响起，滚烫的汤四溅，一部分溅到了尹心妍的手上，痛得他瞬间就红了眼。声音太大，贺燕慈与贺泽帆被动静吸引了过来，一看到尹心妍可怜兮兮的模样，就连忙围了过来。“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叶小姐可能是不太喜欢我吧，所以才会故意把汤泼到我身上。”“也是，当初是我抛下了你们，叶小姐替我履行了妻子和母亲的职责，现在我又回来，叶小姐肯定是有意见的。不过我从没想过和她抢什么。”这一番添油加醋的话下来，顿时激得父子俩怒火中烧，也没有给叶夕瑶解释的机会，说出的话中就满满都是对她的厌恶和对尹心妍的怜惜。“抢什么抢？我和儿子本来就是你的，他没资格对你动手。”贺泽帆的声音里也满是义愤填膺，附和着贺燕慈的话：“你这个恶毒的女人，爸爸娶你不过是为了照顾我，你不会真以为自己是贺家的女主人了吧？认清你的身份，别再有下次。”贺燕慈冷冷看了一眼叶夕瑶，便抱起尹心妍朝外走去，贺泽帆也紧随其后。没人注意到，因为汤中摔下去的方向，尹心妍不过手被烫伤一点点，叶夕瑶的大腿却烫红了一大片。或许就算两父子注意到了，也根本不会在意吧，毕竟爱与不爱便是天壤之别。他看着几人离开的背影，脑海中回荡着刚刚贺燕慈与贺泽帆说的话，自嘲的笑笑。他一开始就认清了自己的身份，他不是他们的妻子和母亲，迟早会离开，但多年任劳任怨，他本以为就算我们之间不会有爱，至少也有感情，但现在看来不过是一场笑话而已。不过没关系，他很快就能回去了。第4章，叶夕瑶一瘸一拐地回到房间后上了药，放在一边的手机屏幕突然亮了起来，他随意扫了一眼，便看见了尹心妍给他发来的视频：“你和他结婚了又怎样？现在他们还不是全都围在了我的身边？就算我曾经抛弃过他们，他们喜欢的人也只会是我。”视频里，尹心妍烫伤的手已经被仔细的包扎了起来，有洁癖的贺燕慈正亲手给尹心妍包着石榴，喂到她的嘴边。曾闹了无数次说最讨厌练钢琴的贺泽帆主动坐在钢琴前演奏着钢琴曲，哄她欢心。视频里中3人的相处显得格外其乐融融，叶夕瑶的心底却没有一丝波动。她的家人从来都不是贺燕慈父子俩，他们爱谁，想和谁亲近本就与她无关。她关掉视频，看着房间里属于自己那部分寥寥无几的东西，默默开始收拾起来，只等第2天天亮再将它们丢出去。次日清晨，两父子回来时恰巧看见了她将收拾出来的东西丢进垃圾桶。贺燕慈皱了皱眉看向他：“你在丢什么？”他的动作顿了顿，最后垂下眼眸，极其敷衍地回了一句：“一些没用的垃圾。”贺泽帆狐疑地上前看了一眼，便看见垃圾桶里全都是叶夕瑶的衣服和一些用品，撇了撇嘴，十分不屑：“的确是一些没用的垃圾。”听到他如此明显的嘲讽，他也只是沉默着没有说话。恰好这时贺燕慈的手机响了起来，叶夕瑶只依稀听出他是有个合作要去谈。果不其然，电话挂断后，他便看向了他：“我要出去一趟，你好好照顾泽帆。”他走后，叶夕瑶只好看向身旁满脸都写着对他不喜的贺泽帆。自从尹心妍回来后，他已经很多天没有温习功课了。虽说他智商的确很高，称得起一声天才，但是天才也经不住这样懈怠。他刚准备带着他去书房，恰好这时候尹心妍走了进来，他手上提着很多垃圾食品，温柔地在贺泽帆面前蹲了下来：“泽帆，今天妈妈有空陪你，你想和他在一起，还是和妈妈在一起呀？”
贺泽帆连忙甩开叶夕瑶的手，满脸欣喜地抱住蹲下身与他齐平的尹心妍。当然是妈妈。听到他的回答，尹心妍满意中又带着得意，朝他哼了一声，趾高气昂地拉着贺泽帆去了客厅。叶夕瑶拦不住，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不过1个小时就吃得满地都是膨化食品的包装袋，然后又一起窝在地上打游戏，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而他不过一会儿没看住，尹心妍就抱着贺泽帆上到2楼玩起了举高高游戏。尹小姐，这里毕竟是2楼，你这么抛举孩子很危险，还是把泽帆放下来吧。不过是举高高而已，这有什么危险的？尹心妍对他的提醒却很是不以为然，就连被他抱在怀里的贺泽帆也撇了撇嘴，不管他，他就是嫉妒我跟你亲近而已。说完，他还炫耀似的将贺泽帆抛得更高了些。在他兴奋的叫喊声中，悲剧悄然降临。尹心妍太过得意忘形，将他抛得太高，落下时却没能接住。贺泽帆就这样直接从2楼摔了下去。随着一声沉闷的声音响起，他甚至没来得及呼痛，便躺在血泊中直接昏死了过去。尹心妍顿时慌了，脸色都变得苍白起来，站在原地无法挪动一步。叶夕瑶也被这变故吓了一跳，但很快就反应了过来，拨通了120，救护车来得很快，赶紧将贺泽帆送到了医院。好在抢救很成功，并没有生命危险。转到 VIP 病房时，贺燕慈也恰好赶了过来，看到他缠满纱布的脑袋后，脸色阴沉的似乎能滴出沫来。是谁弄的？是叶夕瑶。他看到泽帆跟我亲近就心生嫉妒，故意报复才把泽帆从2楼丢下去的。叶夕瑶难以置信地看向他，刚要辩解，正好这时贺泽帆醒了过来。贺燕慈连忙上前，泽帆，头怎么样？还疼不疼？告诉爸爸，是谁把你丢下去的？听见父亲的询问，他眸中闪了闪，没说话。就在尹心妍心跳如肋骨，不知道贺泽帆会不会如实告诉贺燕慈时，他缓缓抬起了手，手却径直指向叶夕瑶。是他将我丢下去的。第5章，看着贺泽帆无比坚定指向自己的手指，叶夕瑶瞳孔猛地一缩，如遭雷击般呆愣在原地。我没。话刚出口，贺泽帆哭闹着要妈妈的声音就淹没了他所有的话语。尹心妍连忙上前抱住了他。叶夕瑶，就算你再怎么讨厌我，冲了我来就是，何必伤害泽帆呢？泽帆才5岁，你怎么狠得下心的？尹心妍的声声控诉加上贺泽帆精湛的表演，如果不是亲眼看见，如果不是叶夕瑶就是被指控的那个人，或许他也会相信他们的说辞。可此刻他只觉得心中寒凉无比，双唇紧抿，死死盯着贺泽帆。你说清楚，到底是谁把你从2楼丢下去的？够了，叶夕瑶。贺燕慈站起身来，看向他的眸中喷薄着怒火。当初我会娶你就是因为你乖巧听话，可没想到你居然能恶毒到对一个5岁的孩子下手。既然你死不悔改，来人，将他给我关进禁闭室。什么时候认错了，什么时候再放他出来。贺燕慈已然相信了尹心妍和贺泽帆的说辞，兀自盖章定论，看向他的眼中只剩厌恶，不想再听他说话，直接就让保镖将他带回了别墅，关进了禁闭室。贺燕慈，真的不是我有幽闭恐惧症，你不能把我关在里面，救命！有没有人放我出去？漆黑没有一丝光线的禁闭室里，叶夕瑶脸色惨白，不断拍打着被上锁的门。可一夜过去，他喊的声音都变得嘶哑起来，也没有一个人来救他。呼救声逐渐减弱，拍门的动作也变得有气无力，胸闷的厉害，折磨着他仅存的清醒意识。到了最后，大脑的意识也逐渐涣散，最后一丝意识消散前，他迷迷糊糊中想起了自己的老公和孩子，他们还在另一个世界等着他，等他团聚。他们与贺燕慈、贺泽帆不同，是他真正的爱人、家人。他怕黑，老公每晚都会温柔哄着他入睡，儿子小小的也会乖乖的躺在他的身边，用肉肉的小手替他拍背，说妈妈不怕，我来保护你。那时候他真的很幸福，只可惜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毁了这一切，他们成了植物人，而自己也被困在了这个世界。他不能放弃，不能放弃，只差一点点，他就可以离开这里，和他们团聚了。第2天，满脸惨白的叶夕瑶终于被放了出来。贺燕慈站在他的面前，沉默片刻，才开口道：我看了监控，的确不是你的错，但心妍也不是故意的。听见他轻描淡写便要将一切翻页，他忽然觉得有些好笑。在得知自己要害孩子，他就不由分说把他关进禁闭室。得知是尹心妍，就只有淡淡的一句不是故意的。他想笑，就真的笑了出来。贺燕慈见此，眉头皱起，语气中带着不耐：你笑什么？泽帆也不是故意诬陷你的，他现在吵着要吃你做的菜，你做好了带过去。他说的十分理所当然，仿佛不论他受了什么委屈，只要他们需要，他就该感恩戴德的凑上去伺候他们一般。叶夕瑶很想拒绝，可碍于系统的存在，最后还是抿着唇强忍下所有的情绪答应了下来。好，只剩下5天了，他皱起的眉头尚未散开，听见他最后那句自言自语，皱得便愈发紧了。你每天7天5天的到底在念些什么？没什么。被他质问，叶夕瑶也一点不慌，只随口敷衍了过去。好在他也只是随口一问，并未真的将之放在心上。第6章，叶夕瑶快速做好了饭菜送去医院。见他过来，贺泽帆扬起了小小的头颅，唇角上扬，一副意料之中的神情。下一秒，他又乖巧地看向尹心妍，你看吧，我就说他不会生我的气，他那么爱我，又怎么会因为这点小事责怪我？所以妈妈你也不用为此自责。母子2人没一个人理会站在旁边的叶夕瑶，自顾自地聊起天来，他也不在意，将饭菜在桌上放好后便直接转身离开了。那天之后，叶夕瑶就没有再去看过贺泽帆，他和贺燕慈都忙着与尹心妍培养感情，没空搭理他。他也乐得清闲，继续默默清理着东西，直到最后，这个家里属于他的所有东西都没了，他才从怀中拿出了一张照片，照片上只有一大一小2个人，大的那个眼眸深邃，清冷英俊，抱着一个外貌上与他几分相似的可爱小孩，2人看着镜头的方向，眼中盛满了爱意与温柔。他的手指轻轻抚摸着那张
张已经有些泛黄的照片，眼中是浓浓的思念，喃喃自语着：还有3天，我就可以回到你们身边了。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之中，直到手中的照片忽然被一只骨节分明的大手抽走，他猛地抬头，才看到贺燕慈、贺泽帆与尹心妍不知何时走到了自己身后。什么只有3天？贺燕慈先是奇怪于他的话，又下意识低头看了眼手中的照片，在看到照片上的2个人时，眸中是熊熊燃烧的怒火，手也紧紧攥住了那张照片，眼神死死盯着他。这上面的男人和孩子是谁？见父亲的情绪如此外放，贺泽帆也有些好奇的拿过照片看了一眼，顿时怒火中烧起来。这2父子是谁？跟你有什么关系？不知道为什么，贺泽帆在看见照片上的那个男孩时，心中竟莫名升起了滔天嫉妒，手中也不自觉用力，照片弯折，看得叶夕瑶心中一跳，连忙将照片从他的手中夺了回来。叶夕瑶看着照片上的折痕，心中隐隐抽痛，心疼不已，开口解释了一句：这是我以前的朋友，已经很久没有联系过了。他回答的敷衍。贺燕慈皱着眉，对此并未完全相信。尹心妍却在这个时候环视了一圈四周，有些疑惑的道：家里怎么这么空了？贺泽帆听到后四处看了看，也同样察觉到了异常。他皱起眉头时还颇有些贺燕慈的风范，你前几天就在丢东西，怎么丢了这么多？你最好是真的只丢了你自己的。接连2次提醒，贺燕慈的神色突然一变，一言不发朝着书房的方向跑去。不多时门便被再次推开，他从书房中出来，脸上满是怒火，一把抓住了叶夕瑶的手：你把我放在书房的珍珠项链也丢了。珍珠项链？什么珍珠项链？是我当初留下来的那条吗？燕慈，你还留着啊？叶夕瑶自然知道贺燕慈对那条项链的宝贝程度，当年尹心妍走了，带走了所有，唯一没带走的就是那条忘记的珍珠项链，所以自此之后，那条项链成了他独私人的所有承载。如今贺燕慈发现不见了，猛地抓住叶夕瑶的手，神情冷厉：赶紧给我找出来！叶夕瑶心中闪过一丝无力，我从未动过你的东西，可他眼中的意思格外明显，他并不相信家里只有你能出入我的书房，你没动还能有谁动？叶夕瑶，我限你1天之内必须找回来。第7章，叶夕瑶拒绝不了贺燕慈，没办法，只能出门去找。可经过这一番闹腾，别墅外垃圾桶里已经空空如也。询问了负责打扫的清洁工之后，才知道垃圾早就已经被拉去了垃圾场，无奈只能用马不停蹄赶去垃圾场，顾不得脏污。他在垃圾场里翻找了1天1夜，却仍旧没有见到什么所谓的珍珠项链，最后还是无劳而返。等精疲力尽的回到别墅时，所有人都睡了，客厅里只剩下了还在看报表的贺燕慈。他走上前，再次解释道：我找过了，没找到，我真的没有丢你的珍珠项链。哦，不小心掉在了书柜下面，忘记和你说了，你找不到回来不就行了？他声音淡淡的，并未将这件事放在心上，说到最后反而开始指责起他不懂变通来。他呼吸一滞，眼睛闭了闭，才道：你不是说要我找到吗？只要你说的话，我必须做到。叶夕瑶的本意是他被系统禁锢，无法拒绝攻略对象的所有要求，可这话落到贺燕慈的耳中时却变了一个意思，他明显误会了，心头微震，看着他的眼神也瞬间变了。仔细回想一番，贺燕慈这才突然发现，这些年叶夕瑶的确从没有拒绝过他的任何要求，他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爱他的人。哪怕当初结婚时他说此生只会有泽帆一个孩子，不会给他子嗣，他也只是乖巧的点头说好。如今回想起过往种种，要说心里一点触动都没有是不可能的。再看向他时，难得起了一丝恻隐之心，看着他的眼中也多了些柔和。去洗个澡，好好休息会儿。叶夕瑶看出他误会了，但他疲惫不堪，所以也在没心力解释什么，转身就上楼去洗漱睡觉。或许是因为这1天1夜真的太过劳碌，他的脑袋才刚刚沾上枕头，就沉沉睡了过去。第2天，叶夕瑶是被提前预定好的闹钟吵醒的，看到各大平台发送的邮箱祝福，才想起今天是自己的生日，家里已经没人了。他也没问其他人去了哪里，只是自己给自己买了个蛋糕，这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个生日了。尽管只有他一个人，他也要好好过。他点上蜡烛，刚要许愿，门铃声就突然响了起来。门外是贺燕慈的助理，看到他也没有多说话，只是把手中的盒子递给了他。这是贺总让我给你送来的礼服，说让你去夜宴5楼找他，将话和东西全都带到后助理，便没再停留。他无法拒绝，只好回到房间换上礼服，马不停蹄赶往助理说的地址。到了之后才发现是生日宴，刚开始他还以为是贺燕慈、贺泽帆父子俩终于记得今天是他的生日，还怔了怔，可下一秒就看见尹心妍满脸带笑的走到了他的面前。叶小姐，你终于来了。紧跟在尹心妍身后的是贺燕慈和贺泽帆，一见到他神色立马变了。贺燕慈沉了沉眸，贺泽帆也有些不满的拉了拉他的衣袖。妈妈，你叫他过来干什么？我听说今天也是叶小姐的生日，和我同一天，一个人在家过也太可怜了，就让他过来热闹热闹。尹心妍笑着，余光瞥向叶夕瑶，隐隐带着些得意。他随手指向宴会厅中央的长桌，上面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礼盒，这些都是燕慈和泽帆为我准备的礼物，这么多我都说不过来了。叶小姐，你要不要看看，有什么喜欢的送给你也行，不然生日没收到礼物也太可怜了吧。叶夕瑶看出他炫耀的意味，微微摇了摇头，不接他的话。不用了，既然是送给尹小姐的，尹小姐收着就好。见他不接招，尹心妍也不恼，走到几层高的蛋糕前，笑眯眯地看向他。既然不要礼物，那你就来许个愿吧。想到刚刚被打断的那个愿望，这一次他没有再拒绝。叶夕瑶十指交握成拳，闭上双眼，在心底默默说出了那个无人知晓的愿望：愿今后与贺燕慈、贺泽帆2父子永不相见。第8章，许过了愿望，尹心妍仍旧没有打算就此放过他，故作好奇问道：叶小姐许了什么愿望？怎么不说出来？他还没有开口，贺泽帆胸有成竹的声音便传了过来：还能有什么？他每年都是许愿我和爸爸平安喜乐，今年也一定是。他身旁的贺燕慈虽然一句话都没说，但从他的眼中，叶夕瑶能看出他显然也是这样以为的。不过他也没有解释的打算，就这样误会着，还能减少许多麻烦。尹心妍笑着端来了一杯饮料递给他：叶小姐，说来也是缘分，我们连生日都在同一天，不如干一杯。叶小姐不会不给面子吧？一听到他这么说，贺燕慈与贺泽帆就全都围了过来，目光警惕地看着叶夕瑶，仿佛他是什么洪水猛兽，会为难尹心妍一样。他默了默，觉得有些好笑，轻笑一声，举起杯子跟尹心妍碰了杯。生日宴尚未结束，碰完了杯，又有其他人来敬酒。尹心妍
十分大方地与宾客们聊着天。贺燕慈与贺泽帆也仍旧守在他的身边，替他挡酒，给他拿甜点。有人注意到独自待在角落的叶夕瑶，再看看围在尹心妍身边的父子俩，顿时议论纷纷起来。贺总对尹小姐可真好啊，连自己的妻子都不管，一直守在尹小姐的身边。谁让尹小姐才是贺总的白月光呢？要不是当年尹小姐突然离开，哪还有叶夕瑶当贺太太的份？要我说，她还不如早点离婚走人，免得最后闹得不体面。你也不看看她嫁的是谁，首富的太太，她怎么可能舍得？议论的声音并不小，即便是在角落，叶夕瑶也将他们的话听得清清楚楚。离开贺燕慈，她笑笑，不用他们催促，很快她就会永永远远地消失在他们的生命里，消失在这个世界。这时，宴会前厅却突然变得嘈杂起来。她站起身，才发现是尹心妍突然说肚子疼。贺燕慈连忙打电话叫来了私人医生，医生一番诊断后才支支吾吾道：“贺总，尹小姐这症状是中了毒，要赶紧送医院洗胃。”一听这话，贺燕慈的脸色瞬间就变得无比难看，一把抱起脸色苍白的尹心妍出了宴会厅，只留下了一句森冷的话：“是谁干的？给我查！”主人公出了事，宴会自然无法再进行下去，宾客们都匆匆离开，叶夕瑶也独自回了别墅。他本以为这件事和自己没什么关系，只等着时间一到就让系统带他回现实世界。谁知傍晚时分，几名保镖却突然冲了进来，将他一路押到了尹心妍面前。